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桃花源记》。冒昧问一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进度如何？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。我和我弟小时候的梦想是一起开个网吧。那时候正是电脑游戏如日中天的年代。我们的如意算盘是把自己的爱好和挣钱的路子稍微那么一结合，不就是份完美的工作吗？感谢网吧牌照价格的一路飙升和个人电脑的普及，这个梦想凉凉。好在那只是我们10086个梦想之一。我们现阶段的梦想是建个小院，安度晚年。这个梦想暂时进行到一半，就是说小院有了，但是租的；安逸有了，就等晚年。之前给大家呈现的多数是农村生活美好的一面，对于不美好的基本上一笔带过。但现实真的那么美好吗？这期我们就专挑不那么美好的来讲讲，给向往田园的你们泼泼冷水，避个坑。我们租的院子距离县城12公里，应该讲不远也不近。好的地方是三面环田，贴近大自然，而坏处是没有公共交通，出行不便，所以你要么有车，要么有摩托，这个还好。然后就是我们平常比较依赖的快递，这里只有京东和顺丰能给送到家门口，其他快递都要跑到5公里外的镇上去取。偏偏为了省钱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基本上都是其他快递。偏偏我们快递还挺多，货物还能放，活物可等不起，这就很难崩了，是吧？还有更难崩的，外卖，根本就没有外卖。也不要指望附近有什么餐厅、24小时便利店，逢放星期四，想简单的吃个快餐，同样要跑到5公里外镇上的苍蝇小馆。总之，在这里做饭会牵扯到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如果你不是本身热爱厨艺，或是充分宽裕，可以请人做饭，或是像我们这样有母亲大人帮忙，那可得掂量掂量了。因为你更向往的是一片安静和与世无争的净土，所以大概率会碰到这些问题。如果你觉得 OK， 可以接受，那么接着往下看。我掐指一算，在座各位都是城里人，至少是工作在城里，不然也不会向往什么田园生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吹着空调，听着歌，有一份体面工作的你，能不能撸起袖子去挑战重复繁琐的体力劳动呢？你憧憬中田园的一切美好，庭院、鲜花、果蔬、绿植，都需要大量的汗水打底。有时候一个人还不够，至少还需要一名同伴，不然你会时常感觉很孤单，飘飘荡荡靠不了岸。我是说单枪匹马效率慢。如果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体能储备，而只是一时脑热，最好不要垂直入坑。建议你先来我这儿干2个月看看情况。如果你爱干净、爱卫生，甚至带点洁癖，又或者是易过敏体质，那田园生活大概率也不适合你。种植本身就是一个成人版的玩泥巴，就别指望出淤泥而不染了。更何况你还要和各种粪便、细菌打交道，这再平常不过了。并且很多东西都会送你免费的包包，比如蚊子、跳蚤、蜱虫、隐翅虫和其余1000多种生物。你会时不时感觉身上异样，但很可能根本没什么东西咬你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还没走 OK， 来看看这个。只说我的遭遇，这里的夏天真的是太热了。我爱人塞给我一瓶防晒霜，我连盖子都没拧开过，根本没有用，满头大汗，汗流浃背，备受折磨。估计有些小伙伴还没体验过，汗是辣眼睛的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。除了热，这里还经常有雷阵雨，恨不得给家里淹了的那种。在城里没什么感觉，但在农村真的是能一个雷劈到你房顶上的，附近的变压器就被劈坏了，吓得我们赶紧买了这种后备式电源插座，万一停电了能自动关闭 NAS，
还能撑个10几分钟，让你保存任务，优雅的关机，并没有恰饭。之前测试过，还不错。预算充足，可以上施耐德。又扯远了。冬天还没到，但是可以预见会很难挨，因为这里没有暖气，晚上想起个夜会经历非常复杂的思想斗争。如果这些都没有劝退你，那就接个大招吧。都说农村民风淳朴，农民勤劳善良，但无论在哪里，都会有个别人去印证生物的多样化。像我们这里交的卫生费是别人的1倍，清运垃圾的摆明了说，就因为我们是外来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家乡有被排外的感觉。虽然就那么百10块钱的事儿，但会像苍蝇一样不咬人，就是恶心。说到垃圾，有天早上2个不明身份的男子不请自来，连招呼都不打就进门捡垃圾。还好那天我起得早碰上了，作为社恐就很烦一些这样没有边界感的行为。另外在田间地头满眼绿意中，也会经常看到随意丢弃的农药袋子、育苗盆，就很煞风景。 OK， 大体也就是这些。梦中的田园和现实的田园就像卖家秀和买家秀，不可能尽如人意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问题，也不妨评论留言一起讨论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